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今天呢，用几个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皮薄馅儿大，无论是蒸着吃还是做火锅来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下面开始制作。首先根据自己家里面人口的数量，加入适量的鸡蛋。鸡蛋的表皮呢，有着许多的脏东西或者是粪便之类的。倒入适量的温水，先把外皮给它泡至软化，上面的脏东西呢，自然的就会脱离了。下面我们准备一块肥瘦相间的羊肉，先把羊肉给它切成大块，切好以后给它收拢起来。去小菜园里面挖上半个的胡萝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细丝。切好以后再给它转过来，切成胡萝卜小丁，给它切得细小一点。切好以后收起来，放在盘子里面。再来准备一根山药，从中间对半切开。再次的对半切开，一分为4份。最后呢，给它切成小丁。不喜欢吃山药的，也可以换成别的蔬菜，比如芹菜或者是莲藕都是可以的。把切好的山药和胡萝卜放在一块儿。去小菜园里面刨上一颗大葱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切成葱花，然后放在一边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的老姜，直接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细小的细丝。最后呢，再切成姜末就是可以啦。把葱花放进来，再用刀给它切一下，尽量切得碎一点。切好以后收起来，放在小碗里面备用。取出一个家用的绞肉机，没有绞肉机的话，也可以用刀来剁碎。我们把切好的羊肉放在绞肉机里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成肉末。这个肉呢，不要搅得太碎了，像这样就是可以了。搅好以后，倒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提前切好的胡萝卜，还有山药、葱花和姜末也加进来，加上一点的蚝油提鲜，2勺的酱油调味，3勺的生抽，食用盐大概4克左右，1勺的白糖提鲜，半勺的黑胡椒粉，这样可以中和一下羊肉的腥味儿。1勺的白胡椒粉，我这个是300克的羊肉，加上50克的生水，顺时针给它搅打均匀。搅匀以后，再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，让羊肉和调料均匀的融合在一块儿，并且把水分完全的吸收进去，直到感觉到筷子搅拌的时候有阻力时就可以了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羊肉馅料就是调拌好了。碗中加入2大勺的玉米淀粉，倒上一点的清水给它稀释一下，充分的把淀粉给它溶解化开就是可以了。接下来处理一下鸡蛋。鸡蛋呢，经过浸泡以后，上面的脏东西很容易就会洗掉了。我们把每一个的鸡蛋外壳都来给它清洗一下，这样才更放心的扣入碗中。把鸡蛋清洗干净以后，一个一个的打入碗中。把我们搅拌好的玉米淀粉水给它倒进来，然后用筷子顺时针给它搅打均匀，让淀粉和蛋液充分的融合，把鸡蛋搅散，像这样就是可以了。提前在锅子里面刷油预热，把多功能锅的温度调到80度左右。舀起1勺的蛋液放入锅中，用勺底呢在锅中转动几下，摊成一张鸡蛋饼，大概和饺子皮的大小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关一下火，防止鸡蛋饼摊糊。然后放入调拌好的羊肉馅料，给它处理一下。趁着蛋液还没有熟透之前，两面对折一下，再用铲子按压，把口收紧，形状就像一个饺子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再开火监视定型。这个蛋饺呢，像这样就已经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？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，锅中呢先刷上一层食用油，舀起1勺蛋液放入锅中，
用勺子开始转动，把蛋液平铺均匀，摊成一张蛋饼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牢记一点，蛋液放进去以后一定要关火。蛋饺呢是非常好吃的，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容易，只要掌握好里面的技巧，5秒钟就可以做好一个。肉馅放进去以后呢，两边对折贴合以后，再开大火加热，煎至其定型就是可以啦。这个蛋饺的吃法呢也是非常的多，我们可以用砂锅来做蛋饺包，也可以用来涮火锅吃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呢多做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，吃的时候直接煮一下就是可以啦。下面我们开始来煮个火锅吧。我们先把多功能锅的浅盘拿下来，换上一个深盘。这个锅呢就非常的是用来涮火锅了。锅中加入2大碗的生水，加上1块的牛油火锅底料，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大概5分钟左右。锅里面的水分已经煮开了，打开盖子，把蛋饺一个一个的放在锅里面，再放上一点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丸子，放上金针菇或者是我们喜欢吃的蔬菜，盖上锅盖再煮2分钟左右。时间到，我们的蛋饺呢就已经煮至熟透了。蛋饺或者是丸子呢现在都已经熟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放一点我们自己喜欢吃的蔬菜或者是肉片，一个非常好吃完美的火锅就做好了。里面的蛋饺呢是今天的主角，吃下去呢有着浓浓的羊肉香气。蛋饺的外皮呢是非常软嫩的，里面的羊肉馅料也是非常的鲜嫩，而且还吸收了火锅里面的汤汁，吃起来呢是非常的过瘾。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火锅，在饭店里面是吃不到的。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长按点赞关注我哦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